朋友们好，我是阿汤。这期视频会有些不一样，可以说是水泽仙女那期小酌一杯的补充，也算是分享一下电子游戏作为一种媒介的魅力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年过年我发了水泽仙女的视频，聊了聊游戏本身和开发情况。这款游戏虽然很冷门，但画面和玩法都很对我胃口，所以我玩完后就开始查资料为视频做准备。在网站、杂志的采访以及社交平台上，我对游戏的开发者埃尔文·戈尔曼有了一定认识，同时也更加好奇游戏内外的一些具体情况。于是1月视频开始制作前，我鼓起勇气向埃尔文发了一封邮件，表达了对水泽仙女的喜爱，提出了几个想要探讨的问题，但直到我的视频发布也没能得到回复。虽然我一开始就降低了期待，但对内向的我来说还是有些失落。3月份我又想到了这事儿，会不会是我不够礼貌，或者单纯是我像个骗子？我鬼使神差的又发了一封邮件，附上了我的视频链接，只想说明我之前发过邮件，我是玩家，不是骗子。现在来看，这写信理由是真的单纯又好笑。结果没想到这次我收到了回信，埃尔文还附上了中文。这几个月工作繁忙，一直没有回复，真的很抱歉。我喜欢专心投入每件事，因此有时会没能及时回复所有邮件。如果你仍然感兴趣，我很乐意回答你的问题。我实在惊喜，思绪重新再整理，提5个问题。埃尔文回复认真详细有温度，看看啥路数。总之又花了一段时间的友好交流，我取得了埃尔文的同意，把我们的问答展示出来，以供感兴趣的朋友们探索，同时分享这段愉快的经历。前情提要搞这么长，终于到正片了，希望有朋友能看到这里。如果对水泽仙女还不了解，可以看看我之前的视频，问答会涉及剧透，还请酌情观看。我的第一个问题，我知道埃尔文的父母工作都与水有关，让埃尔文从小就接触了很多水生和自然的知识，所以是什么激发了水泽仙女的核心理念？有没有一个特定的时刻或者想法激发了他的创作？埃尔文的回答比较长，原文感兴趣可以暂停看看。我大概整理一下，首先，家庭背景和个人观念确实是很大的因素。埃尔文一直很欣赏和珍惜父母的教育，从小就向他传递了对待环境深刻、敏感和强烈的价值观。水泽仙女就源于他对大自然的敬佩，以及对水这种元素的特殊联系。他的 HiWork 工作室就是要创造非常个性化的游戏，寻找原创性和意义，所以在项目中探索相关的主题并分享出来是很自然的。然后埃尔文回顾了他的游戏创作历程，他兴趣广泛，创作形式丰富，包括编程、设计、美术、排版、音乐和图像学，但很长时间里他都无法整合它们，甚至用了数十个小型的个人项目来探索这个问题。最终他找到了把这些学科合而为一的完美空间——电子游戏。对他个人来说，这是很大的转变，因为他第一次决定只专注于一件事情。后来，埃尔文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游戏开发过程，别人的共鸣鼓励着他前进，小步慢走，享受过程，创造真实而有意义的事物，不追求成功，只是用自己的资源做到自己的最好。他慢慢专注于游戏开发，成立了 HiWork 工作室，为第一个游戏 PR 工作了2年，这是他在职业和个人意义上的重要转折点。自己创造电子游戏，他真正看到了梦想成真的可能。那时他不确定有没有机会制作另一款游戏，所以可能是无意间，他向 PR 倾注了大量想法，尝试了很多机制。PR 发展为一个复杂的项目。2019年夏天短暂休息期间，埃尔文创建了几个原型，其中之一成为后来的水泽仙女。这个新项目更契合他当时的资源，所以他先全力开发了这款河中漂流的游戏。所以他才经常说，为了完成 PR 要先完成水泽仙女，同时没有 PR 水泽仙女也不可能实现。现在水泽仙女的发售对于埃尔文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。第二个问题，作为单人开发者，在如此长的开发周期中，一定有很多挑战和乐趣。这期间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？比如一个最大的困难，或者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时刻。埃尔文回答，开发个人的第一款游戏，并在全平台独立发行，是一个主要的个人挑战。从设计、美术、音乐等等，再到编程，涵盖开发的各个方面，还要忠于最初的构想，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在5年的持续工作中，许多难忘的时刻浮现在脑海中。其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，是和一位商业伙伴合作成立了自己的公司。在这位伙伴的帮助下，埃尔文得以顺利应对更为繁琐的方面的工作，这是一段非凡旅程的开端。当埃尔文陆续收到一些开发商的邀约时，他非常惊喜，甚至不敢相信自己敬重已久的人们会对自己的游戏感兴趣，这真的无比幸运。最令人动容的时刻之一是目睹玩家们的反应，以及看到他们与水泽仙女所建立的情感联系。当玩家们开始玩第一个 demo 时，他们分享了这款游戏带来的感受：平静、怀旧，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落泪。第3个问题，水泽仙女中的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惊喜，解谜时我没有预料到它的存在，只是在终点遇到了它。这种体验对中国玩家来说就像是一份奇妙的礼物。
我还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龙爪机制的构建和演示，也很有趣。那么为什么会在游戏中加入龙呢？特别是一条华丽的七彩中国龙。艾尔文回答，龙是游戏中加入的最特别的元素之一，源于它与河流的联系，以及它在故事中有着神秘的作用。在游戏中，纳亚德可以邂逅并帮助很多动物，其中包括龙这样传说中的生物。这是艾尔文用自己的方式让纳亚德在旅程中获得强大的支援，尤其是当情况变得更加艰难之时。设计龙对艾尔文来说是一个非常兴奋的过程。艾尔文努力确保他的身体呈现出一种自然、优雅的运动姿态。艾尔文喜欢他身体包含所有颜色的想法，光和彩虹之间的联系赋予了它更深层次的意义，用来展现河流之旅的神奇和变化，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方式。艾尔文还希望游戏有惊喜元素，这些元素玩家不会预料到，但一旦发现，就会让人觉得它们是水泽仙女世界中自然而然的发展产物。看到这条龙如何在玩家中引发反响，尤其是在中国的反响，是一次不可思议的经历。第4个问题，在水泽仙女中，我最喜欢的部分是夜晚河流中的星空。这一章就像是视角发生了转变，仿佛是从河面下仰望着耀眼的夜空，这太浪漫了。尽管夹杂着故事后期的忧郁色彩，作为创作者，艾尔文有没有个人钟爱的场景？如果有，为什么呢？艾尔文回答，星空下夜晚的河流也是他最喜欢的场景之一。整个游戏中，因为是俯视视角，我们从未真正看到过天空。在这一章中，他觉得找一种方法让天空呈现出来会很有趣。在这里，水面变成了一种镜子，从展示河床变成了反射星星、云朵、月亮，甚至还有烟花。这是一个转瞬即逝、恍若梦境且超现实的瞬间，其中蕴含着一个富有诗意的隐喻，揭示了这段旅程中发生的一切。在整个游戏中，随着纳亚德的成熟，时间流逝，从黎明到夜晚，从它诞生的春天一直延续到那座瀑布，一切都有深刻的象征含义。夜晚代表着终结，成为了最特别和最忧郁的时刻之一。艾尔文希望他能给人一种礼物般的感受。纳亚德再次变得年轻和敏捷，游玩者连接着星座，作为整个旅程的总结。对艾尔文来说，很难只选出一个最爱的场景，他对待每个场景都当做一个传达不同情感和信息的机会，这些情感和信息共同构建出更深层的意义。他相信只有在玩完游戏之后，玩家才能真正揭开故事的真相，做出自己的解读，离开并带走真正有意义的东西。最后一个问题，鸟形生物 Piak 出现在隐藏结局中，那么这2款游戏是否存在着联系？比如 Piak 是不是代表了纳亚德的轮回转世？艾尔文回答，这真是一个美妙又富有深意的解读。水泽仙女和 Piak 之间肯定有联系。从 Hi-Warp 的角度来看，这2款游戏都非常独特且截然不同，但它们有着深层的共同本质。要完全揭示这种联系，我们还得再等等，看看另一款鸟形生物的游戏会揭示出什么。水泽仙女的结局是其最大的谜团之一，艾尔文认为最好将其留给玩家自行想象。他喜欢看到玩家们给出各种解读，并相信他们一旦最终弄明白这一切的意义，一定会大吃一惊。现在只能说，水泽仙女和 Piak 是一个更大体系中的一部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和艾尔文的所有问答了。我的英语水平有限，借助了翻译工具，如果有不准确的地方，欢迎朋友们指正。我想表达的意思应该基本传达出去了。艾尔文的回复也非常真诚和细致。怎么说呢？跟自己喜欢的游戏的作者进行交流，确实是一件很快乐而且有收获的事。艾尔文的回答基本可以还原完整的开发过程。关于我最在意的几个元素，龙、夜晚河流中的星空、隐藏结局的 Piak， 他也都分享了设计理念和思想表达。我确认了七彩祥龙就是强大与光芒的化身，是非常特别的存在。确认了河流与星空就是营造了视角的变化，是如梦似幻的回光返照。在游玩时，这些元素就从互动层面抓住了我的心，让水泽仙女的旅程变成了我与艾尔文心灵上的交流。同时，艾尔文的邮件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玩家与开发者的联系。我把邮件分享出来，也希望能带给你同样的感受。顺便再次推荐水泽仙女这款很值得静下心来探索的游戏。Steam 只有209篇评价，但好评率高达98%。最后用我给艾尔文回信里的话来结尾吧。开发者把设计、隐喻和情感注入到游戏中，而我又通过游玩体验到了这些设计、隐喻和情感。没有语言和地理上的隔阂，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们都能联系在一起。这正是我心中电子游戏这一媒介最大的魅力。